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。如果你等一个人要等53年7个月零11天，你会等吗？53年是半个多世纪，足够一个少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足够经历无数次日升月落，足够让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。可就是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等了，从21岁等到76岁，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等成了步履蹒跚的老者。他等的那个人早已嫁作他人妇，过完了大半辈子的婚姻生活，可她依然在等，等到她的丈夫去世，等到她重新孤身一人，等到她终于可以走到她面前，对她说出那句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话：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。这听起来像个疯狂的故事，可它偏偏真实得让人心疼。因为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原来第一眼喜欢的人真的会爱很久很久。人和人的缘分不是一场能轻易避开的雨，那些剪不断的羁绊从第一眼就注定了深浅。斯人若彩虹，遇上方知有。而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把第一眼的伏笔拉长到整整53年7个月零11天的时光里。这本书叫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但你千万别以为它只讲爱情，它讲的其实是时间如何雕刻我们，而我们在时间的洪流里又是如何笨拙的、顽固的，甚至可笑的守护着心里那一丁点不肯熄灭的火光。这火光，有人叫它执念，有人叫它痴情，而马尔克斯说，这就是人生本身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《百年孤独》，那个创造了马孔多，写下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文学巨匠。但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，他已经58岁了，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功成名就，按说该写点更宏大的东西，可他偏偏回过头写了一个看似最普通却又最复杂的主题：爱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父母的爱情就是这本书最深的影子。他父亲是个电报员，爱上了他母亲，但外祖父反对，觉得这穷小子配不上自家女儿。两人秘密通信多年，最终冲破阻碍结婚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像书里弗罗伦蒂诺和费尔米娜的初恋？但马尔克斯要写的不只是冲破阻碍，他要写的是，如果当年没在一起，如果两个人各自活了大半生，经历了婚姻、衰老、死亡，那最初那份心动还会存在吗？它变成了什么？它不是在歌颂爱情，它是在解剖爱情，用一把温柔又残忍的手术刀，剖开那些我们不敢细看的部分：欲望与忠诚，习惯与激情，孤独与陪伴，还有衰老本身带来的那种缓慢而确定的丧失感。他说，这是我最好的作品，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，因为这里没有魔幻，只有真实，真实到让你看见自己。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，时间大概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地点是某个加勒比海边的城市。这里有雨季的潮湿空气，有霍乱疫情不时爆发带来的死亡阴影，也有电报、轮船、蒸汽机带来的新时代气息。故事开始于一场死亡。81岁的乌尔比诺医生，当地最受敬仰的名人，为了抓一只鹦鹉，从梯子上摔下来，临终前用尽最后力气，对妻子费尔米娜说，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。他的葬礼上来了一个76岁的男人，弗罗伦蒂诺·阿里萨。他等到所有吊唁者离开，走到费尔米娜面前，对她说了藏在心里50多年的话。这个机会
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，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。你可能觉得荒唐，一个老头在另一个老头的葬礼上向未亡人表白，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倒转回50多年前，弗洛伦蒂诺还是个瘦弱害羞的电报员之子。他在送电报时偶然透过窗缝看见了正在叫姑妈读书的少女菲尔米娜，那一瞬间，用他的话说，仿佛遭到了雷击。从此他失眠、呕吐，面色苍白，像得了霍乱。是的，爱情的症状和霍乱一模一样，突如其来，摧枯拉朽，让人失去控制。他开始写情书，一封封狂热而优美。他们在菲尔米娜姑妈的掩护下秘密通信，交换头发，私定终身。但菲尔米娜的父亲，一个靠不光彩手段发财的商人，一心想把女儿嫁入贵族。他强行带女儿远行，想用时间和距离浇灭这场火。可弗洛伦蒂诺用尽一切办法贿赂电报员，提前看到他的行踪，在他会经过的港口城市提前等待，制造偶遇。他甚至对着镜子练习见面时的表情和台词。但当菲尔米娜经历长途旅行，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后，再回来看见那个瘦削紧张的少年时，他突然恍然大悟，发现自己爱上的只是一个幻影。他对他说，忘了吧。轻飘飘一句话斩断了所有。被拒绝的弗洛伦蒂诺痛不欲生，但他发誓要等待，要变得富有，有名望，配得上他。与此同时，出身高贵，留学欧洲的乌尔比诺医生出现了。他英俊优雅，是社会秩序的象征。他追求菲尔米娜并非出于疯狂的爱情，而是觉得她是合作他的妻子，美丽有教养，性格坚韧。菲尔米娜嫁给了他，这场婚姻在外人看来完美无瑕，体面稳定，有社会地位。他们生了孩子，度过了无数个日夜。但马尔克斯怎么写婚姻的真相？他说，婚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，而是稳定。乌尔比诺医生有外遇，菲尔米娜知道后离家出走了2年，最终为了体面又回来。他们磨合、争吵，互相习惯，也互相依赖。我爱你是真心的，但那是一种基于共同生活、彼此嵌入的复杂的爱。而弗洛伦蒂诺呢？他用了50多年的时间准备自己，他努力工作，最终成了河运公司的董事长，变得富有。但更惊人的是，为了保持爱的能力和对抗孤独，他不断地与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。他详细记录了622个艳遇。他声称，身体是身体的，心是心的。他把心里最干净的那个位置永远留给了菲尔米娜。这是自欺欺人吗？还是某种扭曲的忠贞？这是全书最矛盾也最值得深思的地方。时光无情的流逝，他们都老了。菲尔米娜经历了丈夫的去世，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巨大的空虚里。她的生活曾经以丈夫为中心，构筑的一切都崩塌了。她愤怒地撕掉丈夫的衣服，赶走她的宠物鹦鹉，然后陷入更深的虚无。这时，弗洛伦蒂诺的信又来了，不再是年轻时狂热的诗篇，而是平和、睿智、陪伴式的交谈。他分享对衰老、死亡的看法，分享生活的细碎感受。这些信成了菲尔米娜孤独晚年的一扇透气窗。她从一开始的抗拒、愤怒，到慢慢接受，甚至期待。终于，弗洛伦蒂诺邀请她乘船，沿着他们年轻时那条河旅行。在船上，2个老人，一个76岁，一个72岁，
重新开始谈恋爱。他们像少年一样羞涩，也像老人一样坦诚，坦诚身体的衰老，坦诚过去的伤痕。菲尔米娜问起他过去的情人们，弗洛伦蒂诺坦白了一切。最终，在那个挂着霍乱黄旗的船上，他们真正结合了。弗洛伦蒂诺问船长，这样漂泊的航行要多久？船长说，一生一世。故事就停在这里。整个故事里，最让我心头一颤的场景，不是葬礼上的表白，也不是船上的结合，而是一个沉默的细节。那是菲尔米娜婚后多年，一个普通的下午，她在家中的缝纫室，忽然闻到了市场上那种苦杏仁的味道。那是弗洛伦蒂诺身上特有的气味。年轻时，他总用香水掩盖自己电报员手上的味道，这气味毫无征兆地飘来，击中了他。他停下手中的活，怔住了。那一刻，几十年的时光仿佛被压缩，他突然清晰地看见了那个在窗后偷看他的面色苍白的少年。然后气味散了，他摇摇头，继续缝纫。这个瞬间之所以是高潮，因为它揭示了记忆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地方。你以为你已经忘了，你以为你已经用一整个婚姻，一整个人生覆盖了那段过去，但身体记得，嗅觉记得，某个平凡的时刻，记忆会像幽灵一样穿透所有现实的壁垒，轻轻问你一句，你其实没忘，对吧？这部是在说菲尔米娜不爱她的丈夫，也不是说她后悔，而是说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些房间，一旦有人住过，就永远无法彻底搬空，哪怕你自己都以为那里早已积满灰尘。菲尔米娜后来的选择，与其说是旧情复燃，不如说是在人生的尽头，她终于有勇气推开那扇尘封的门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并决定与之和解。现在我们聊聊，马尔克斯到底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爱情不是一种状态，而是一个动词，一种选择后的坚持。弗洛伦蒂诺的爱常被质疑，你等了50年，但你睡了622个人，这算爱吗？马尔克斯的答案可能是，人性就是这么复杂。弗洛伦蒂诺用一生的时间实践了一个选择，他选择把菲尔米娜作为他精神的中心坐标，其他的一切，财富、情欲、社会地位，都是围绕这个坐标运转的星球。这是一种极致的浪漫，也是一种极致的偏执。它告诉我们，爱不一定是纯洁无瑕的，但它可以是一种方向，一个让你在人生混乱的航程中不至于完全迷失的灯塔。婚姻和爱情可能是两件事，乌尔比诺医生和菲尔米娜的婚姻是现实的典范，有陪伴，有责任，有共同的利益和习惯，也有背叛和原谅，它是稳固的陆地。而弗洛伦蒂诺代表的是爱情的海洋，汹涌、危险、无边无际，甚至可能让人溺亡。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摇摆。马尔克斯没有贬低任何一种，他只是平静地展示，这是人生的两种真相，两种需求。我们渴望海洋的浪漫，也需要陆地的安稳。霍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，它既是瘟疫，也是爱情。爱情来的时候，就像霍乱，症状一模一样，头晕、发热、食欲不振、心神不宁。它不由分说，它席卷一切。同时，霍乱也隐喻着时间和死亡。在整个故事里，死亡无处不在。疫情带来的死亡，乌尔比诺医生的死亡，人物们不断老去的现实。
爱情恰恰是人类对抗时间与死亡最无力的武器，也是最悲壮的尝试。弗洛伦蒂诺用一生的等待，试图证明一件事：有些东西死亡也带不走。他们真的重逢了吗？重逢的还是当初那两个人吗？显然不是。少女费尔米娜和少年弗洛伦蒂诺早已死在时光里，此刻相聚的是两个被生活雕刻得面目全非的老人。他们的爱情早已不是初恋的冲动，而是对共同拥有的过去时光的确认与缅怀，是在人生尽头对孤独的恐惧，对陪伴的渴望。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童话，而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在破碎的时间中尽力拼凑意义的寓言。所以读完这本书，你可能不会觉得温暖，反而会感到一种深沉的平静和一丝冰凉的慰藉。它告诉你，爱而不得是常态，婚姻琐碎是常态，在时间里遗忘和记起是常态，衰老与孤独更是最终的常态。但就是在这些常态的缝隙里，人类依然在做着一些非常态的梦，进行着一些非常态的坚持。就像弗洛伦蒂诺，像堂吉诃德一样对着风车作战，对手是整整一生的时间。最后，把书里最震撼我的那句话送给你，也是故事的结尾。当船长问，这艘挂着霍乱黄旗永不靠岸的船要开到什么时候时，弗洛伦蒂诺早在53年7个月零11天前就准备好了答案。一生一世，这句话听起来是终极的浪漫，但你仔细想，说这句话的是两个生命已经黄昏的老人，他们的一生一世还能有多长呢？这恰恰是整部小说最悲怆也最灿烂的地方。我知道我们即将抵达终点，但在抵达之前，我决定把我的全部余生都标上你的名字。晚安，愿你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找到那个值得你标上名字的人。